今天我们讲一个横跨了48年依然没有失效的交易逻辑。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如果我问你谁是交易界活着的传奇，你大概率会想到那个在12个月内把1万美元变成110万美元的男人拉瑞·威廉姆斯。他是过去几十年里最受尊敬的技术分析交易员之一，也曾多次在交易比赛中创造惊人纪录，至今无人能破。很多人都读过他的著作《短线交易秘诀》，但大多数人只记住了其中的威廉指标。而今天我要分享的并不是那个指标，而是一个他在几十年前就公开，但至今仍被不少量化交易员使用的日线级交易模型 Smash Days 粉碎日交易这个模式出自于他的著作Long-Term Secrets to Short-Term Trading 这本书里藏着大量的短线交易的长线智慧而 Smash Days 就是其中一个被反复验证的有效模式尤其适合在日线级别捕捉短期趋势的顶部和底部那这个策略的逻辑它是非常的简单甚至简单到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都会怀疑这个老拉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事实上他是非常认真的虽然这本书它出自于这个1999年但是拉瑞·威廉姆斯他早在1978年就已经向他的追随者传授类似的这种交易逻辑了。所以无论是从开发的时间还是从持续验证的这个历史周期来看那么这个策略它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历经将近50年的市场洗礼依然有一种宝刀不老的感觉所以它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常青树的存在。好，那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深度的去拆解一下这个藏在 K 线收盘价里的顶级信号。什么是这个 Smash Days老拉他在书中呢强调，短线交易的核心是理解价格和时间的平衡。他发现市场经常出现这种暴力砸盘或者暴力拉升的日子那么这些日子它的这个波动都非常剧烈它收盘价通常都是直接跌破前一天甚至前几天的一个极值那么拉里呢，他把这种拉瑞·威廉姆斯他把这种的这个日子这种 K 线称之为这个 Smash Day 粉碎日这个中文的书籍它翻译成攻击日不过都无所谓只是一个名字那么这种 K 线它往往代表的是一种强烈的突破尝试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突破的尝试都是假的随后价格的话都会快速的反转当然再配合一些过滤条件的话，就形成了他书中所讲的这个反向交易的一个机会那么他在他的这个短线交易秘诀中，大概是第7章第7章这个 My Smash Days Partners 第7章左右详细描述了这个模式他指出这个模式不仅适用于商品期货，也非常适合这个外汇和指数市场。那么这2个相关的数据我会放在我们频道的公开网盘中感兴趣的可以自行去下载学习另外今天这个策略我也按照惯例写成了量化 EA那么同样可以自行下载测试但视频后面我也会做一下这个历史回测的演示。好，那么在测试之前呢，我先大概讲解一下这个策略的操作逻辑这里需要感谢一下这个光头老哥因为他分享了他的这个测试结果那么才有了我们去写的一个动力并且他也分享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过滤器好，接下来我们再拿一个案例来讲解一下它的这个操作逻辑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寻找异常的关键 K 那么我们这里以这笔交易为例那么接下来的描述我都是以做多为例做空的话就是做多的一个近线关系你把它倒过来去想就可以了那么比如说这里这笔做多那么它看的是昨天的这个收盘价，这个 close 价，这个 close 价比前天的这个最低价还要低最低价还要低那么这就是策略它要找的一个短期快速下跌的极端 K 线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寻找破位行情中可能出现反转的一个关键 K 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找到关键 K 之后，我们还要看当前市场是否满足2个过滤机制这也是为了避免在单边行情中被埋我们的 EA 呢也为这2个过滤机制设置了开关如果你不想用的话，你可以直接关闭那么第一个过滤条件是这个极值的过滤也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做多的时候，它会检查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收盘价，它这个 Smash Day 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处于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绝对的低位的时候，它才允许入场那么这个是
Larry 公开的一个过滤条件啊，它还有一个什么25%幅度限制的一个条件啊，但是那个条件我们今天就不测试了啊，因为它会让我们的交易样本量变得非常非常少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日线级别的策略啊，所以我个人不喜欢它这个幅度限制。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个条件啊，是从网上看的啊，就是那个光头老哥分享的啊，我试了一下啊，确实有帮助啊，所以我也把他的逻辑写在了今天这个 EA 之中啊。那么它就是这个趋势过滤啊，那么它会回溯更久的一个数据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做多啊，它就要求这个 Smash Day， 也就是关键 K 线的前一天的最高价不能高于之前 N 天的一个最高价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过滤的一个条件啊，也就是过滤一下趋势啊，不过比较有用啊，所以我这里还是保留啊。好，那么这个关键的 K 线找到了，并且两个过滤机制也都满足之后呢，我们也不能直接入场啊，我们还需要挂单等待确认啊。还是以这个做多为例啊，它会在我们的这个昨天这个关键 K， 也就是 Smash Day 这一天的最高位啊，挂一个 Buy Stop 单啊，也就是等第二天这个价格回升突破昨天的最高点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入场啊。那么这是做多，做空的话就是前天这个关键 K 的最低点这个位置挂一个 Sell Stop 啊，等待它向下突破，然后进场啊。如果不突破的话，过一天的话，那么这个挂单也就被取消了啊。那么它这种方式，本质上就是在捕捉假突破后的一个反转啊。比如说我们看这里向上假突破，然后向下，我们然后在这突破之后，我们做一笔空啊。包括这里的也是啊，向下然后做一笔空，这里向下假突破，然后我们做多啊。我们看这里也是一样的，向上假突破做空啊。我这是跑在多个交易品种上的啊。好，我们还是说回来啊，那么进场之后呢，持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啊？持仓过程它是有2种离场机制啊。那么第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盈利撤退啊，也就是你进场之后，你的持仓时间，比如说超过了6天，超过了7天啊，也就是超过一定的天数之后，并且当前这个价位距离我们的这个开盘价啊，开盘价在这里啊，距离我们的开盘价它是处于盈利的状态，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平仓落袋为安啊，相当于它是有一个最长的一个时间限制啊。然后这是第一点啊，盈利撤退啊。然后第二个方式就是这个反手离场啊。那比如说这里啊，这笔空单啊，它走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做多的信号，那么它就会把之前的这笔空单直接平掉啊。但是注意，它平掉之后不是说立刻在这里进行开仓啊，包括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平仓的价位在这里，但是它开仓的价位是在这里啊，因为我们新的仓位依然需要等待突破挂单的成交啊，而不是说出现反向之后立马就成交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反手离场可能跟其他策略的反手离场不太一样啊。好，接下来就是止盈止损的一个设定。那么这个策略它本身没有固定的止盈点位啊，它全靠止损和我们刚才讲的2个离场机制进行平仓啊。那么它这里的止损的话，是以这个固定点数的方式止损啊。那比如说这里的差不多200点的位置啊，也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啊，进行固定的一个止损啊。当然这个止损你不开启的话会更好啊。因为我这也是参考了网上的一些做法啊，我也发现它的这个止损点数，如果你设置的太小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日线级别上的交易策略，如果你设置的太小的话，那会非常的限制这个策略的弹性啊。你点数大一点的话，市场才有足够的一个空间让这个盈利撤退和反手离场这2个机制发挥作用啊。否则的话，你设置的很小，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设置为50个点的话，那么市场可能只是稍微回调一点啊，就把你这个赶出局了啊，这就不太好啊。好，那么这就是整个交易逻辑的全部内容。好，那么作为量化交易者呢，虽然它这个策略已经存在了40-50年了，将近50年了，但是我还是把 Larry 的这个原始逻辑啊，和他网友改良过后的一些过滤器啊，全部封装到这个 EA 之中啊，我们自己来验证一下啊，在最近的这10几年里，这个经典的模式是否依然有效啊？因为这个策略它本身就是在日线上开发的，所以我们这里就选择周期的话就选择这个 daily 啊，然后测试的这个时间范围呢，我们依旧是选择过去的
10年，这差不多应该11年了嘛，过去11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啊。然后其余的这些设置项就无所谓了，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策略啊，它是在一个日线级别上运行的策略啊，所以其余的都不影响啊。然后这里的这个交易品种的话，我是选择了这个欧元、英镑、瑞郎、加币等这些货币的一个组合啊，反正就来回的组合嘛。那么这些品种它对于这个 Smash Day 的适应性比较强啊，就虽然它可能单品种这个盈利未必是最高的啊，但是它整体的效果是相对可以的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正期望的我都没有放进来啊，就挑选了前5个还是前6个来着啊。我们先不开启这个复利的模式啊，我们先选择这个 Force 啊，就是使用这个固定手数的方式来进行测试啊。那么其余的这些参数的话，大家根据前面我们讲的这种策略逻辑去理解一下啊，它都是一个字面意思啊，我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啊。好，我们直接开始就可以。好，可算跑完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报告啊。我们首先看到最直观的这个数字是总的净盈利是25.6万啊，那么它是入金1万美元起步啊，在不开复利的情况下是增长到20，应该是到多少？26.7吧啊。但是作为一个量化交易者呢，我们其实不怎么看它赚了多少啊，因为这个数值的话，它会随着仓位计算的方式而变化啊。单看它的话，其实意义不大啊。我们看这个盈利因子啊 ，profit factor 啊，它是达到了2.49啊，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扎实的水平啊。然后胜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卖出胜率是70.2%，买入的话是73.3%啊，所以整体的话，它的胜率也就是盈利交易的占比是71.72%。这个胜率的话，在反转类型的这个策略里算不错的啊。说明这个拉瑞威廉姆斯这个 Smart Day 啊这种模式啊，可以看到它即便是过了这个多少年，过了48年啊，那么在如今的这种算法时代的交易里啊，依然有着不错的这种降维打击能力啊。当然这个策略它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交易频率是比较低的啊，相对比较低的啊。但是呢，不过这也很正常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日线的交易策略啊，你日线交易策略即便是1年才多少根 K 线啊？你15年也才多少根 K 线啊？对吧？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最大回撤啊，最大回撤我们可以看到52%左右啊。那么这里就要说明一下啊，因为我们测试的它是一个多个品种的一个组合啊，大家可以看到参数这里啊，它是多个品种的一个组合啊。那么这种情况它就会发生，比如说它会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你这多个品种同时出现亏损啊，那么它就会导致它的这个回撤放大啊，那么它在实盘中的话，我们肯定是要通过，比如说一些仓位管理、一些品种的一个相关性控制来去进一步优化这个数字啊。但从它这个权益曲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增长是比较稳健的啊，就没有出现非常断崖式的崩盘啊，也就是它的这种回撤相比较我们看到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话，它其实并不是那么起眼啊，所以这一点还是相对让人放心一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复利下的表现啊，把这个开关给打开啊，然后我们这里的这个基础手数就要修改一下啊，我们不能改这么大啊，因为它这个基础手数这么大的话，那么复利后面起来的话，账户增长起来的话，这个仓位会非常非常恐怖啊，所以我们这里给它缩小一下啊，0.1就够了啊，不然你这个仓位太大啊，你稍微一个正常的回调都把你赶出局了啊。好，我们可以看到复利的话，资金曲线就呈现出很明显的这种棒球曲线啊，因为后面的仓位越来越大，它会把前面这个拉得比较的平。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具体收益的话，它这里是87倍啊，但它这里这个采收率下降的有点多啊，比刚才下降了应该下降了三个值啊，对，好。那么这就是复利的一个情况啊，其余的还要再演示一下吗？好，其余的我就不演示了啊，基本上除了这个过滤器之外，开与不开倒影响不大啊。包括这里的止损的话，我是开了与不开，其实影响都不大啊。好，那么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测啊，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多商品的这种回测，它速度比较慢啊，我不想等啊。
好，那么通过这次回测，对于这个策略的一个再回顾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经典策略的魅力啊，它在于逻辑的一个普适性和简洁性。拉瑞·威廉姆斯他这个 Smash Days 啊，他也并不是说什么点金神术啊，它本质上就是对于市场这个过度反应的一种纠偏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当我们把视角啊从一些小级别的这种短期噪声转移到更高的这种时间框架时，它的操作往往会更加的丝滑啊自然，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啊。它这里是1440的话，差不多就是1天的时间啊。好，那么这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个老拉的48年的一个策略啊。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啊。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